眼前的男人正在看着自己接受着神父洗礼的儿子，可孩子却是在继父的手中完成的仪式。看着对面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作为亲生父亲的卢克流下了眼泪。就在3个月前，作为附近最著名的摩托手，刚刚完成巡演的卢克去到了自己前女友小娜的家里，可他这时却被小娜的母亲告知小娜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发生的一切，卢克并不知情。等到他找到小娜，小娜告诉了他自己隐瞒的原因，原来因为卢克的工作，他每年都要去全国各地巡演，而这如此不稳定的工作让小娜无法相信他能成为一个靠谱的父亲，并且就在卢克出去巡演的时候，小娜已经找到了一个靠谱的男人。科菲不在乎小娜带着一个孩子，他是全心全意的对小娜和孩子好。但当卢克知道自己当了父亲，他立刻便辞掉了巡演的工作。卢克想要用行动向小娜表明自己可以当一个父亲，可小娜现在已经有了科菲。看着找上门的卢克，科菲希望他好自为之，赶紧离开小镇。可卢克并不会就这样放弃，他在这天遇到了自己的粉丝罗宾。看着偶像现在没有工作，罗宾把卢克留在了自己的汽修厂里，自己给他开了一份不错的薪水，而卢克也尝试着安稳下来。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都会在楼下看看孩子，可时间长了，罗宾给自己的工资还是太少。卢克想要离开，但罗宾这时候却告诉了卢克一个赚钱的办法。他表示自己在12年前曾经抢过4次银行，而现在凭借着卢克的摩托技巧，他们只要计划好，就一定能够十分安全且迅速地完成抢劫。You gotta do that using your skill set. 卢克没有犹豫，他同意了罗宾的计划。在骑摩托观察了银行的地形之后，他们开始了准备。因为罗宾有抢银行的经验，他传授着卢克如何应对银行柜员以及路边的巡逻警察。而卢克他虽然是个摩托手，但他这辈子是真没做过什么坏事。可是因为需要用钱来见孩子，他安慰着自己。Biggest rush of your life. 就在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卢克将自己的摩托喷成黑色。紧接着，他在这天骑车来到银行门口，在拿了一块石头抵住玻璃门后，卢克掏出手枪走进了银行。利用柜员，卢克十分迅速地收集了一书包的现金，然后他迅速骑上摩托，开始疯狂的加速。就在即将要和警车擦肩而过之时，卢克赶到了和罗宾约定好的地点，他把车子骑进了事先准备好的货车里。还没等警方到达银行，他们已经利用货车离开了这里。而在完成了第一次抢劫之后，卢克兴奋地吐在了车里。现在卢克有钱了，他也通过诚意得到了和儿子见面的机会。在小娜的陪同下，卢克为儿子吃下了第一口冰淇淋。为了留作纪念，他还拜托店员拍下了2人和孩子的合照。而紧接着，他又一次开始了抢劫。和上次一样，卢克利用摩托迅速离开了银行，再次和罗宾会合。为了弥补自己对儿子的亏欠，卢克在这天趁小娜和科菲不在家，他给孩子送来了一张婴儿床。可就在他拼装小床的时候，小娜和科菲回来了。小娜看着擅自来看房子的卢克，他十分生气，因为这里是科菲的家。而当科菲进到房间，他生气的让卢克赶紧离开，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科菲警告卢克赶紧离开，可卢克却还在组装着婴儿床。而这时候 Pick up all this shit, man. Fuck you, man. 卢克失控了，他用扳手打倒了科菲，卢克搞砸了，他被关进了监狱。在法院庭审上，罗宾给卢克支付了2500块的保释金，他被放了出来。但卢克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行为都会被警方监督，所以罗宾表示要停止抢劫银行的计划。一切都结束了，可是卢克他停不下来，因为只有自己出人头地了，孩子才能回到他的身边。但罗宾十分理智，他知道卢克必须要停下来，所以他趁着卢克去给小娜送钱的时候，罗宾拆掉了卢克的摩托。而这边的小娜并不想收钱，但卢克十分坚持，并且表示是给孩子的，他只能不情愿的把钱带回了家。等到卢克回到汽修厂，看着自己被拆掉的摩托，他生气地找到了正在熟睡的罗宾。为了继续抢劫，卢克必须要有摩托作为工具，所以他从罗宾那里抢来了一笔钱。在购买了新的车子之后，他在这天又一次来到了银行，可卢克却忘记戴墨镜了。但来都来了，卢克只能掏枪走进银行。可是这间银行的柜员面前竟然有1米高的防弹玻璃，为了完成抢劫，卢克只能按照原计划挟持人质，让柜员给自己装现金。可是女柜员根本没办法把装满钱的书包扔过1米高的玻璃。等到卢克终于拿到书包，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而这时倒霉的卢克甚至还发动不了摩托。等到他发动了车子，警车已经来到了现场。面对警方的追捕，最好的摩托手卢克开始了在道路上疯狂的逃窜。可是警方已经盯上了他，即便卢克逃离，他还是失误跌倒了一次。并且在这时，正在赶来支援的警员艾维看到了卢克，在向总部呼叫了支援过后，他赶紧追上了抢劫犯。而这时驾驶摩托的卢克却意外摔倒，他只能赶紧冲进一栋房子，艾维则立刻跟上。此时的房子里，卢克用手枪控制住了这里的一对母子上楼。卢克本来想从房子里跳下去，但他看着窗户外的高度，卢克知道自己要完了，所以他赶走了被挟持的母子。卢克用自己最后的时间给小娜打了个电话，他没有多说，他只是恳求小娜以后不要和儿子提起自己抢劫的事情。而这时的艾维发现了逃出房子的母子2人，在确认了抢劫犯的位置过后，艾维开始向着楼上前进。等到艾维上楼，他搜查了一个又一个房间，艾维也紧张了，因为他知道抢劫犯的手里有武器。可就在这时，
闯入房间的艾维第一时间冲卢克开了一枪，而卢克在失控掉出窗户之前也给了艾维一枪。等到艾维再次起身来到窗边，他看到了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卢克。随着艾维被送进医院，腿部中弹的他做完了手术，看着妻子和刚满1岁的儿子，艾维得到了安慰。可在此之后，面对警务系统的询问，艾维坚称是卢克先开枪，自己才对他进行的反击。Did you shoot him first or did he shoot first? Don't fuck with me. Do the right thing. Tell me what the fuck happened. It was pretty quick. Who shot first? 而面对内务部的再次询问，艾维还是坚持称是卢克先开的枪，因为死无对证。再加上艾维的父亲曾是当地的总检察官，警局内部自然认定了艾维的说辞。在新闻的渲染下，艾维成为了拯救2位居民并且自卫射杀银行劫匪的英雄。可当艾维出院，在得知被自己射杀的卢克还有一个刚满1岁的儿子之后，艾维陷入了自责。他告诉心理医生，自己在出院之后经常盯着孩子看，因为自己的儿子和卢克的儿子一样大，所以他总是会想到卢克的儿子永远失去了父亲。每当想到这里，艾维总是会很痛苦。而在这天，艾维的便衣同事们找到了他，在艾维的家里，大家进行了简单的聚餐。可是到了晚上，同事们却把艾维带出了家。跟随着同事们，艾维来到了小娜和科菲的房子，但这些同事们竟然装作有搜查令的样子，强行要对小娜和科菲的家进行搜查。而他们的目的则是寻找卢克留给孩子的赃款。这些警察知道卢克抢劫银行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孩子，所以他们让艾维抱起小卢。紧接着，黑警们找到了放在婴儿床下面的赃款。等到几人离开，他们把这笔钱的大头分给了艾维，剩下的他们则平分。艾维看着车里的黑警们，他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但艾维还是为了融入小团体收下了这笔钱，只不过他并没有花，而是把钱藏在了车库里。时间过得很快，成为英雄的艾维迎来了他获得表彰的日子。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完成了演讲之后，曾经是检察官的父亲看出了儿子并没有做好重新成为警察的准备。老父亲知道儿子一直受到击毙卢克的影响，所以他建议儿子去局长那里申请调练。就这样，艾维成为了看守物证的文员。因为物证室的空气不好，艾维立刻去58同城上找了空调清洗。可在这天，已经成为便衣的好兄弟考特找到艾维，听到好兄弟和那群赚黑钱的便衣混在一起，艾维十分担心。1周之后，考特便请求艾维帮自己从物证室里偷出一些违禁品，只要艾维修改一下文件，他就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报酬。但艾维犹豫了，他在物证室里找出了卢克当年的书包，在包里他发现了卢克和孩子小娜的合照。艾维受不了了，他在这天找到小娜，他把从小娜家里拿走的赃款还了回来。可是小娜却拒绝了，他告诉艾维 You fucked up my son's life. Therefore you fucked up my life. Get the fuck away from me. 听着女人这么说，艾维更难受了。出于内疚，他把赃款拿到了局长的面前。艾维本想告诉局长便衣警察们的所作所为，可局长却骂着艾维。Yeah, is that what you should do? Rat out other fucking cops? This is unfucking believable, right? Get the shit out of here. 而当艾维走出警局，他看着正在和局长窃窃私语的便衣队长，艾维明白了警局内部的腐败。但就在他准备回家的时候，便衣队长却拦停了他的车子。队长告诉艾维要单独和他聊聊，可跟着队长的车子，艾维却发现他带自己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郊外。出于谨慎，艾维给自己的武器上膛。而就在便衣队长下车之后，害怕的艾维突然倒车逃离了这里。没办法，艾维只能找到自己曾是检察官的父亲。在得知了儿子身上发生的一切之后，老父亲只能给他出了一个主意。镜头一转，被警局内部所有人盯上的艾维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兄弟考特。艾维特意提起了之前考特请求自己偷违禁品的事情，而考特也是信任艾维，他说出了一切计划的细节。可等到艾维找到警务内勤的长官，他拿出了自己和考特对话的录音带，并且靠着老父亲的关系，艾维提出了要放弃警员的职务，他要和父亲一样去到检察院工作。就这样，随着警局内部对便衣警察进行了逮捕，警局英雄艾维作为证人出庭，艾维成为了叛徒，也顺利成为了助理检察官。15年后，艾维的老父亲去世了，而艾维也已经开始准备竞选州政府总检察官的职位。只不过艾维现在已经和妻子离婚，前妻在葬礼这天找到艾维，他希望艾维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儿子现在长大了，他需要父亲的管束，可艾维哪有时间去管孩子？为了竞选，他没有时间去管这孩子的生活。艾维给小艾调到了离家最近的学校，可小艾在这里很无聊，在学校里待了3天，他都没找到能玩到一起的朋友。只不过在这天，小艾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少年，两人聊得很好，并且很快便成为了朋友。但就在小艾委托少年去街上买点违禁品的时候，两人被巡逻的警察逮捕了。在得知儿子被抓的事情过后，艾维当晚便来到警局。可当他得知那个少年就是当年卢克的儿子小卢之后，他警告着儿子离小卢远点。 Wipe that fucking smirk off your face. You hear me? I want you to leave that fucking kid alone, all right? Look at me. Look at me. 而看着父亲这样说，小艾则对小卢更加好奇了。直到这天，他看到了小卢的继父科菲。小艾好奇他的父亲为什么是个黑人，而这无疑是惹起了小卢对自己亲生父亲的疑问。他在这天晚饭问着母亲 Hey, what's the deal with my dad? 可母亲却直接离开了餐桌。为了缓解桌上尴尬的情绪，科菲带着孩子去吃了冰淇淋。很明显，科菲对小卢视如己出。可是小卢始终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所以科菲告诉了小卢他父亲的名字。等到小卢上网搜索了关于卢克的新闻，他从媒体的报道上了解了父亲的一切。在得知父亲曾经在罗宾的汽修厂工作过之后，他在这天找到了罗宾。而罗宾看着老友的儿子，罗宾告诉了小卢关于他父亲的另一面。他告诉孩子，卢克其实是个好人，并且他把卢克当年忘带的墨镜交给了小卢。
罗宾告诉了小卢他父亲当年骑摩托时的辉煌战绩，他甚至还给小卢看了当年报道新闻的报纸，上面有着艾维的照片。在了解了父亲之后，小卢回到学校，而小艾这时候则让他赔自己那天要买的违禁品。可是小卢没钱，他只能在这晚偷进到药店，趁着店主没注意，小卢偷走了一瓶违禁品。紧接着他把违禁品交给正在家里开派对的小艾，两人重归于好。可就在派对上，小卢看到了小艾父亲艾维的照片，而小卢知道这个艾维就是杀掉他爸爸的那个警察。他生气了，小卢直接找到小艾想要一个解释，可暴怒的小艾竟然直接把小卢赶出了房子，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殴打着小卢。等到小卢从医院苏醒过来，他十分生气且痛恨小卢竟然和那个射杀自己父亲警察的儿子当了朋友，他忍不住了。小卢在当晚找到自己街头上的朋友，他买了一把枪。就在第二天，刚被父亲从警局里捞出来的小艾正在洗漱，等到他穿上衣服，小卢已经拿着手枪找到了他。与此同时，艾维刚刚完成了演讲，准备回家。就在他准备上楼的时候，艾维看到了手拿左轮的小卢，小卢挟持着艾维去到车上，艾维在小卢的挟持下来到了附近的郊外。他看着小卢，艾维知道小卢要做的是什么，但他只想知道儿子是不是还安然无恙。可这些都不是小卢想听的，他让艾维脱下外套，把钱包交给自己，并且他让艾维跪下。在跪下之后，艾维他哭了，艾维终于向着小卢说出了他早就想对卢克所说的那句话。I'm sorry, Jason. 而小卢他并没有开枪，他先是离开了树林，紧接着小卢从艾维钱包里发现了自己和父亲母亲当年的那张合影。等到小卢开着艾维的车离开，一切都结束了。小卢并没有杀害小艾，小艾只是被打晕了，因为儿子受伤，钱包被抢。利用舆论，深得民众同情的艾维成功当选了当地的总检察官。而此时的小娜则收到了小卢寄来的那张照片。至于小卢，为了继续了解父亲，他开始一路向西去到父亲表演过的地方。在一个农场主的手里，小卢买来了一辆老款的摩托。虽然小卢没有学过，但是卢克给他留下的天赋让他迅速学会了骑行。在农场主大爷的见证下，卢克一路向西，继续寻找着他父亲曾经留下的痕迹。